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租房、入住以及退房。本期呢主要是讲影响房价以及影响房子的一些体感方面的一些详细说明。大概的说明的顺序呢，就是租房、入住以及退房这三个主要顺序，然后分别是他们的前后一些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详细说明。有一些内容呢，在以前的视频可能有提过，但是呢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期呢，主要是针对这些进行一些详细说明。本来是想上周就发布视频的，但是因为这几周实在是太忙，没有什么时间来进行录屏，所以就推迟到了现在。这周本来也是比较忙的，只是因为比起上周来说是稍微有了一些空余时间，所以就准备了这个视频。好了，废话不多说，首先呢是租房，也就是要讲租房前一些相关的事情。租房前呢，我们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对自己进行一个审核的，因为你不只是要对别人进行审核，你要对自己进行一个审核。这个呢，就是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以及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你用这个房子做什么这种感觉。首先呢是网络环境，网络环境呢和下面的网络公式是有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呢，与其说重合，它们的差别其实上是更大的。网络环境呢，一般指的就是你上网的环境。上网的环境呢，又有很多种，比如说像免费提供宽带的那种也是有的，也就是免费 WiFi、免费网络公式。还有的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电话线接入的一种，都是有的。这个的话就需要你去咨询你的中介，或者说你的房东，你才能知道你的房子的网络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咨询的网络环境可以安装光纤的话，那么就会涉及到第二步，也就是网络公式这一步。网络公式呢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接入光纤，另外一种就是没有接入光纤需要进行网络公式的，这个之前我们提过。如果是已经接入了光纤的，那你就需要咨询一下你需要办理的网络提供商，他们对于这个房子需不需要进行网络公式。如果是不需要网络公式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在家里面等待他们的路由器和光猫进度，你就可以直接用了。如果是需要的话，你不只是需要咨询你的运营商，你还需要咨询你的房东，问一下他们能支持什么程度的网络公式。有一些房子呢，他们是不支持在墙上进行打孔或者在墙上进行固定线路的一些操作，因为这会破坏他们的一些内部环境。如果是不支持在墙上进行打孔或者进行线路固定的公式的这种房子的话，你可以考虑再找一个房子，或者说问一下他们能不能支持从空调的洞里面进行牵线。有一些公司他们是支持你从空调或者说从其他已经有开过孔的一些地方能够接入线的情况的。前面这两个呢并不会影响我房子的价格，那到后面呢，比如说像家电和家具，这些就会影响房子的价格。首先不管家电还是家具，你需要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因为如果说你觉得不太想去买的话，那么你就去找一下已经配有这种家电或者家具的地方。如果说你觉得还是需要自己去买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两个都去除，不需要。因为有一些房子它提供这个家具和家电，它是算在有料的服务费里面，也就是它是需要支付额外费用的，比如说每个月月租，或者说是直接加在房租里面，你是看不到的。这两个如果你不选的话，那么你找到的房子可能就是顺便就送给你的。如果你一定要强制性选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些家具或者家电它是房东或者说是公司额外提供给你的，他们就会在你的房子的房租上进行一些额外操作，比如说每个月多1000日元啊，或者每个月多1500日元这种感觉。在租房前呢，我们还需要咨询一下中介或者是房东，他们的房子的水电瓦斯的提供商是什么。因为根据提供商的不同，你家里面能不能接入瓦斯，或者说接入瓦斯的设备啊，这些都是有一定不同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问一下。然后就是瓦斯炉相关的，瓦斯炉跟瓦斯一般就是看他们瓦斯公司是如何安排这个瓦斯线路的。如果他们的线路是不支持瓦斯炉的，
那么你可能需要去考虑一下卡式炉，也就是用一罐一罐的那种瓦斯的一种炉子。然后就是温水桌边器，这个的话肯定会是影响房子的一个价格的，因为有这个温水桌边器的房子，它价格都是普遍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也不会贵太多，看地区。然后呢，根据温水桌边器相关的呢，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适合某一类人，比如说有便秘或者说是在消化不太好的人，可能是比较适合这一个的。然后就是朝向的话，一般是影响采光或者说是房子的温度。最后呢就是房龄，这个是很能够影响房子的价格本身的，因为房龄越新的，它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越贵的，尤其是现在，比如说这个房龄在35年以内适用了这个新耐震法的房子，他们的价格是稍微要贵一点的。然后影响房价的最主要因素还是经济圈或者说非经济圈相关的这些，就比如说东京都内的，比如说像新宿时代的房子，会比非经济圈，比如说像埼玉县或者神奈川县的一些非经济圈之内的这房子，大概要每个月都要贵差不多，高的肯定要贵1倍以上的。比如像我的朋友，他在新宿内，他租了一个20平米的房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1万日元左右。但是我自己呢是在利川的周围租了一个房子，也大概的平米是23平米左右，房子呢也就是5万出头一点，比他那个直接便宜的一半左右。也就是经济圈和非经济圈他们的房子的这个价格的比率，甚至可以达到3倍、4倍这个价格。然后呢，经济圈和非经济圈最主要影响的另外一个就是交通的通勤时间，因为你在非经济圈，但你的工作是在经济圈的话，那么你的通勤时间可能会相应的变长，这看你能接受是多少。然后就交通要道，JR 的主干道肯定是比 JR 的支线它要贵一些，然后就是每小时固定的交通班数也是会有影响的。有一些它虽然是属于 JR 线，但是它呢每小时固定的班数还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每个小时只有2班或者1班的话，它这种的话，然后它的房子的房租也会低一些。其他的呢，就比如是生活环境，比如说超市、便利店、二手商店、百元店这些比较近的房子呢，他们都肯定是要稍微贵一点点，但是贵不了太多。但是离车站比较近的房子，那肯定会比这些要稍微贵很多。我现在的房子呢，离超市也就1分钟的路程。但是呢，离百元商店比二手商店比较远，它的房子价格呢，说实在的并不算贵，它只是，但是呢，离车站的房子就比我这个要贵，至少每个月要贵2000到4000日元，这就比较不太划算。通风是不会影响这个房子的价格的，因为基本上的房子他们不会把通风作为一个衡量房子价值的因素。我也基本上没有见到过说你通风好你的价格都贵太多，这种并没有见到过。当然通风差也并不会让这个房子它变得价值会比较低，或者它房价比较低，这个也没有出现过。其他的一些影响呢，我们就用石墨上的一些东西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来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呢，它并不会影响房子的整体的价格，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影响房子它能不能会变贵的，它只是说一种收费的方式。比如说像这个管理费和公益费加入这个房子里的话呢，那么它就是比如说你选择5万的房子，你选择加入的话呢，那么就是管理和公益费算上去总共才5万。如果你不加，那么就可能是房子最高可能是房租最高5万，但是管理费和公益费是另算的，是这种感觉。第二个呢是停车场的费用，第三个呢是礼金，第四个呢是就是无礼金、无保证金、押金这个相关的。基本上大家只要选择无礼金就可以了，因为很多房子都是有保证金和押金的。然后就是初期费用结算是用卡来结算的，然后就是家里面的就是租金也是可以用卡来结算的这种方式。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租金如果是用卡结算的话，那么它的一些费用可能会比你直接每个月去便利店里面交要便宜100-200日元左右。
但是也不会太多。这第二张图呢就会影响了。首先，比如说像第一个浴室和厕所分离，它就直接会让厕所的，就是让房子的价格会高1-2千日元。然后在2楼以上的话也是会影响的，因为它这个采光比较好，所以它就会影响。然后停车场它就是也是会影响房子的本身价格的。还有就是洗衣机这个并没有影响，因为它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并不会直接影响。啊，空调也是，大部分房子都是有空调自动就带的，所以说你完全不需要太在意。然后宠物这方面是肯定会影响房子价格的。电子锁这个现在也并没有影响，它只是说看你的中介他们会不会给你把房子的这个锁给你换成电子锁，并没有直接影响价格。然后就是洗面台独立的这个的话，就是看你的房东，因为我看了很多房子，也并没有说洗面台独立会直接影响，恰恰是浴室和厕所分离，也就是浴室厕所独立的会影响房子的价格因素会更高一些。其他的呢，温水桌面积刚刚我们讲过了，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然后另外的呢，也是像厨房这方面，它也只是一定程度影响，并不是绝对。比如像瓦斯炉，它是不是能支持瓦斯炉，还是说它是电磁炉，又或者是2个灶台以上，这些的话呢，它都是只是支持，就是说可能会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第4幅图呢，就是建筑设备一些会影响的，比如像停车场，这肯定的。然后电梯这个的话呢，说点实在的，具体的有影响或没影响是你看不到的。比如说，如果它的这个电梯你是比较高的楼层的话，它电梯一般会算在每个月的维护费里面的，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它确实是有影响，只是你看不到而已。还有宅配箱，这个也是一样的，宅配箱有的地方它是收费的，有的地方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也要看你的中介。然后就是阳台的话呢，这个就是看你的那个中介的，因为有些阳台它并不会直接说会影响你的房子的一些费用，但是呢，它多多少少是有影响的。然后就是残障人士安心环境相关的，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你既然有这些环境，那肯定会有影响的。其他的话呢是安全相关的，比如像刚刚讲过的电子锁、管理人啊，有管理人的房子肯定会贵一些，这个是有直接影响的，大家要标注一下。然后带屏幕的这个门铃，这个并没有直接影响。包括这个摄像头它一般是算在隐性成本里的，和这边这个电梯一样的，它是属于隐性成本，并不属于直接标明的成本，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标注一下。然后就是一些加入了一些安全保障的一些灰色协议啊，这个也是看情况的。下面的话呢，就是比如像那个立即入住的话呢，这个有影响和没影响其实并没有区别，只是你能不能立即入住，然后在手续方面啊，或者说你时间赶不赶这方面会有些影响。然后就是可不可以共享，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就是说一个房子能入住的人数实际上是规定的，如果你要增加另外一个人的话，你要提前和房东或者中介公司进行商量，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就是 DIY 的话，具体可以 DIY 到什么程度，也是需要进行问这个房东或者说中介公司的。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这个定期租房契约，这个指的是一部分房子它是不支持直接就是不支持自动进行延展这个契约的，也就是说它这种房子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到2年以后，你的房子就不得不搬家这种。但是呢，我们平常能租的房子都是会自动更新的，它这个是不自动更新的。你选不选其实并没有区别，因为你在咨询中介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这个事情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讲的，你网络的接入啊，或者是免费网络这相关的，这些呢，它并不会直接影响，也不会是给你写出来。因为你的网络能不能接入它是固定的，如果说它是免费网络，那么它是已经算了隐性成本里了；如果它是接入可的话，那么它就是并没有算到隐性成本里面，它只是给你提供这个环境，然后你自己去安装公式或者怎样的。就关于租房的时候呢，就以上相关的也是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接下来就说入住前和入住后的一些相关。入住前呢，我们首先要提早联系好瓦斯提供商，尽可能打电话，这个是肯定是
要的，因为之前我也讲过的，如果你只是通过网上预约的话，他可能并不会给你实际的去运作这个工单，要打电话才能进行就是可以更快的进行一个契约。入住后呢，它的第一件事就是你需要对房子进行一个详细的留存拍照，这个可以避免房东把一些不是你损坏的东西算在你退房的时候的损坏的赔偿上面。第二个和第三个呢是一样的，你是安排时间等待瓦斯工作人员上门开瓦斯，以及接收你的行李。入住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过于讲究的，这个就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然后就是退房前呢，主要是注意的呢，就是一个是退房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之前也讲过，日本的丢垃圾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说你需要把你的退房的时间和丢垃圾的时间结合好。最好呢就是你最后搬家的那一天，就是完全离开这个房子的那一天，是定为可燃垃圾的日子那一天，那样子的话对你的房子搬家是最好的。第二个呢是确认好房子的退房费用以及它的支付方式，因为有些房子它在最后找人来检查的时候，它是需要现金支付的。比如说我在京都的时候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的，退房的费用它是需要现金支付，而不能是银行卡支付，这就是有一点问题，所以大家需要提前了解一下。然后清扫房子呢，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也不要等到了你退房的当天进行清扫房子。如果真的到当天进行清扫房子的话，你会发现你丢的东西完全就是丢不完，是会出现这个情况，你要提早进行清扫。然后呢，就是前面我提过的邮件的转送服务啊，还有区域所的转出手续，以及对可能寄到现住所的一些各类服务进行一些地址变更，以及提早对一些比如说电费、瓦斯、水道费的一些进行他们的费用的支付进行一些绑定，或者说是地址的变更。然后就是退房后呢，最主要是准备好现金或者是支付房子的卡来进行支付房子退房费用。然后是各类缴纳费用是否存在地址或者支付里，这个大家就必须得要提早来再确认。然后就最后一个，如果你是回去国家的话，你最好把你的地址，就是说你的这各类缴纳费用的地址变更到朋友家，万一真的有需要进行支付的时候，让朋友帮你支付或者留意一下，也可以进行远程支付。这里就有一些人会打一些小便宜，就说我都回去自己国家了，我干嘛要支付呢？确实，如果你不来日本的话，你不想让你自己所在国家的形象变差的话，那么你可以这么做。中国人就喜欢搞这一套，就是他们喜欢回到自己国家去过后，把房子故意破坏，或者把房子的租金故意不交，就导致在这边租房的人，就是说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或者说在日华人租房是越来越困难的这种情况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的呢，就是会影响你来日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今年你是说，哎呀，我要意气风发的回国，但是呢，等到过一年感觉，哎呀，我不要在中国待了，但是你又想回到日本，这个时候呢，日本一审核你的各种情况的，就发现你故意拖欠房租、故意损害房子这种形象已经上了他们的这个记录了，那么你就再也来不了日本了，你要做好这个准备。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去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